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也不相信什么今生来世。我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以后，能够靠那个人更近一些。一楠，我爱你。来，过来，咱爷俩杀一盘。好了，就来。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个回合？不来了，我要去汇钱。一楠，再过1个小时就要去琼岛了，你怎么现在还要出去？该死！要不是刚才你这个禽兽发春，我现在早就已经汇完款了。不就是给你爸汇钱吗？明天让张小波帮你汇过去不就得了？哎，你不是上周刚回的家吗？怎么就没想着留点钱，搞得这周还要汇，真麻烦。上周末，哦，上个月我花钱的地方太多，周末回家时手下没剩几块钱了，当然要等这周3发了薪水才能汇。啊，还有，你别老让人家张小波帮咱们干私事了，他是你的助理，又不是我的。我一个策划部的小管事，哪有动不动就去省会经理特助的？那我让他去还不成啊？我就说是给我的老岳父汇钱。怎么了？我去一下邮局回来，最多30分钟。一楠，啊？昨晚我做了个噩梦，梦到我们的船出海时漏水沉了，可是只有一个救生圈。我当时特别着急，你说你会怎么办？救生圈给你这个不会游泳的笨蛋用。想当年我可是校泳队的冠军呢，下水还用救生圈的话，太丢份了。那个时候，小海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他骗了我，他死了。我不会骗你的，别瞎想了，做梦都是反的。还有，不许抽烟。你呀，每次想起小海就是不停的抽烟。宇哥，一楠15分钟前到了成都琥珀城，和他碰面的是他的上司黄队长，东西他已经交给那个人了。哼，在饭店里会面，亏他们想得出来。一楠出来以后还做什么了？他出来以后还用手机打了个电话，打给哪里不知道，估计他马上就会到家了。好，我知道了。你又抽烟了是不是？每次都搞得我家像个大烟馆，呛死了。给你爸的钱汇完了。这周巨人真多，还好那几个干活挺麻利，等了10分钟就轮到我了，还差点以为要瓦了呢。哦，是吗？
苍宇，再帮我叫杯苏打水。今天烤肉咸了。又要加盐的苏打水呢？放心，今天的水管够，让你喝到不想喝为止。差不多到地了。一南，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就是小海死的地方。那天风很大，基督船就在后面追我们。老赵已经被榴弹打死，只剩下小海和我。我们将船里的3箱白粉都倒进了海里，还从船舱里找出一个救生圈。我跳下海的时候，他正在活动筋骨，做下水前的准备。哥，你先走。哥，你放心，上个月阿生教会我游泳了。可是，他骗了我。阿生根本就没教过他游泳。1周以后，小海的尸体才被找到。他抢了很多海水，满肚子都是被灌进去的水，整个人被水泡的，浮肿的我都没认出来。雨，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太过自责。其实，这都是毒品害的呀，害了那么多的人，还害了小海。你现在已经不再贩毒了，兄弟中没有人再会像小海一样。谁告诉你我已经不贩毒了？不可能，现在的海宇不都是做的合法的？你得到的那些资料都是假的，而里面记录的生意也确实是合法正当的。我倒是要谢谢你，帮我摆脱了警局对我的怀疑呢。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从你刚进海宇的时候。原来你一直都只是利用我而已，一直都在做欺骗我。应该是互相欺骗。你知道那次接货，小海为什么会死吗？是贩毒害死他的，就是你现在还干这行的害死你。胡说！是因为帮里混进了卧底，把出货的时间地点都告诉了警方。你知道那个卧底后来怎么样了吗？他被发现以后就自杀，尸体被我扔到了大海里。从此以后我便发誓，再让我发现卧底，有一个我就扔一个。混蛋，放开我！你居然下药！苍宇，你这个混蛋！你扔我吧，现在就扔！秦一南，你太幼稚，太单纯了。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这离海岸线不算远，把一个校游泳队的冠军扔下水，我也太冒险了吧？再说，你下水前难道不需要弟兄们帮你做准备活动吗？动手！怎么样？味道还好吗？和加了盐的喷蘸苏打水差不多吧？哥了，去帮帮他。是，老大。本来我是有机会的，那个软盘里的东西完全可以证明海宇做的全部都是正当合法的生意。我是故意将那软盘给你的，省得警局天天暗中咬着我不放。可是我宁愿你没去哪，宁愿海宇现在仍旧受着警方的怀疑。我把你拖到离出发时间只剩下1个小时了，你还是要去，
为什么？为什么？不许笑！不许笑！给我堵住他的嘴！灌水，使劲灌！一滴水都不许漏出来！你不是老管着老大抽烟吗？这次也让你尝尝他的好滋味。大哥，他要不行了。是你先骗了我的，再见了。返航，小海，明年这个时候，哥还会再来看你的。先生，有您的包裹，麻烦签收一下好吗？谢谢。苍宇，我是一男，我一直想向你坦白一件事情，却又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所以只好用这种方法告诉你了。只有你不在我面前，这些话我才说得出来。而且我想，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是一个警察，确切的说，是一名卧底。我知道你最恨的就是卧底，因为你说小海就是他们害死的。可是如果小海不参与运毒，又怎么会死呢？其实害死他的是毒品啊！我在韩语2年里搜集到不少资料，甚至包括7年前你贩毒的记录。我知道我应该把这些东西交给黄队的，可我是真的不想送你去坐牢，看你被枪毙。你常说像我这样的刚从学校出来又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人太过幼稚单纯，看来还真的被你这张乌鸦嘴说中了。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忘了自己还是警察，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稀里糊涂的喜欢上了你。我知道海宇集团现在做的都是正当生意，可是黄队和李局他们似乎都不太相信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中，我感觉自己的忠诚度正在受到怀疑。其实他们怀疑的也没错，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警察。后天就是和你去熊岛度假的那天，我会把一个有关公司贸易以及内部账务的软盘交给黄队。虽然内含商业机密，但至少可以证明海宇是做正当生意的公司。至于你以前的贩毒记录，我会叫我父亲寄还给你，这盒磁带我也会给我父亲，好叫他在30号的时候随着资料一块寄过去，这样你从群岛回来之后就刚好能收到它了。这算是我的一点点私心吧。我知道你最讨厌卧底，所以我计划在熊岛多待一些日子。如果听到这一盘磁带后你还能接受我的话，就打我的手机；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就不要打了。我不想听你亲口说分手的话。啊，还有一件事情，我已经写好了辞呈，我去熊岛之前会把它和软盘一起给黄队的。就说到这里吧，
我爸在外屋叫我陪他下象棋呢。我会在琼岛等1周的，等你来电话叫我回家。对了，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少抽烟啊。韩大夫说，你再不禁烟的话，胸闷心慌会加重的。混蛋，记得要快给我来电话。我爱你。您好，这里是秦一南家。您好，打扰了。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我是市体育馆游泳学习班的工作人员。秦一南先生曾经电话报名了第26期的游泳培训，但他说他那天要去琼岛，所以还没来得及交学费，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我们。因为明天是游泳学习班开课的日子，所以秦先生如果还想参加的话，请务必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开课以前交清学费。如果这一期没有学会游泳的话呢，还可以免费参加下一期的学习。好的，我会转告他的，谢谢你。不客气。再见。再见。一南，自从琼岛接你回来以后，你就一直不理我。我也不是故意晚了3天的，我每分钟都在打你的手机。我特想跟你说，南，快回家吧，我在等着你回来呢。可是打了那么多遍，就是没人接。南，别生气了，啊！以后我保证一直都听你的话。哦，对了，我已经把烟戒了，以后绝不再抽。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要不理我。一南，哦，体育馆培训班的人来电话了，问你还去不去学游泳。你这个小坏蛋，明明不会游泳，当初为什么要骗我呢？啊！为什么要骗我呢？你好，我是秦一南，我现在暂时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如果有事的话，请在你内稍后留言，我会尽快回复你的，谢谢。人群中
穿梭不停的面孔，是什么变得那么重？一场赌注，胜负都分不清楚，谁又会比谁更在乎？你追我逐，没有退路，走到最后，谁能放手？我一直站在路口，在电话亭旁守候，是你从来都不肯回头，怎么要等我离开那天，才相信我的思念从没有幻灭？他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也不相信什么今生来世，他只希望在离开了之后，能够靠那个人更近一些。人群中穿梭不停的面孔，是什么变得那么重？一场赌注，胜负都分不清楚，谁又会比谁更在乎？你追我逐，没有退路，走到最后，谁能放手？我一直站在路口，在电话亭旁守候，是你从来都不肯回头。